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青木仁志先生和仙石石先生共同撰写的《改变人生的金钱话题》这本书。青木先生作为讲师，累计教育了超过42万人。他所创办的公司获得了很多荣誉，连续6年被评为最具工作价值的公司，并连续3年在学生受欢迎的实习计划排行榜上名列第1。仙石先生则在2022年度最佳专业事务所的评选中代表日本著名会计事务所，在 IPO 和事业继承的咨询业务上拥有超过1000个案例的丰富经验。2位作者如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但他们的起点都是从零开始的。在本书中，他们基于自己的实际经历，解读了金钱的本质。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，能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对金钱的看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金钱是什么；第二，金钱能让人幸福吗；第三，如何成为有钱人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金钱是什么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，金钱是一个经常接触到的话题。每天我们努力工作赚钱，然后用这些钱去消费。由于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些行为，许多人认为他们对金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。然而，金钱的真正意义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。当有人问您金钱是什么时，您的回答可能是：金钱是用来交换商品或服务的工具。虽然这种看法没有错，但它只是对金钱的表面理解。如果我们更深入的思考，就会发现金钱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意义。金钱的本质是价值。理解金钱等于价值这一原则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。在这里，价值指的是某事物对他人的有用程度。换句话说，具有巨大价值的人或物能够对他人产生巨大的贡献。这个观点非常重要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。理解这一点是我们讨论金钱的起点。如果你想增加收入，答案很简单，提升您作为人才的价值。商业是价值与价值的交换，因此要想获得高收入，就必须提升自己的价值。如果想增加公司的销售额，就必须提升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价值。金钱等于价值，这一原则非常重要。此外，价值也可以转化为时间。与金钱等于价值的公式一样，价值等于时间的公式也是成立的。通过提升自己的价值来赚取的金钱，可以用来换取时间。例如，我们在食品店购买肉类或蔬菜，如果自己养牛、种菜，会花费大量的时间，但用钱购买，就可以瞬间获得需要的食材。这就是金钱的效用。通过支付金钱，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时间。如何有效利用所获得的时间，将决定我们的人生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注意金钱的魔力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名著《人生的智慧》中说过，财富就像海水，饮得越多，渴得越厉害，因为海水中含有盐的成分，喝了后会让人感到口渴，结果想要喝更多。财富也是如此，一旦拥有了财富，就会无限去追求。许多人一开始为了为社会做贡献而努力，但一旦赚的钱多了，就变成了拜金主义者。赚钱越多，想要的就越多，就像海水一样无尽的追求。这就是金钱的魔力，也是每个人容易陷入的陷阱。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金钱只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工具。我们花时间一直追求工具是没有意义的。要用这一观点来面对金钱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金钱能让人幸福吗？或许许多人认为富人都是幸福的，然而事实是，即使拥有大量的金钱，也有许多人并不幸福。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人。从全球范围来看，日本人属于富裕群体。虽然几年前被中国所超越，但日本的 GDP 依然排名世界第3。然而，根据联合国自2012年起每年发布的世界幸福度报告，2020年日本的排名却是令人遗憾的第62位。这表明，即使拥有财富和高生活水平，也不一定能够带来幸福。在这份世界幸福度报告中，
排名前5的国家是冰岛、芬兰、丹麦、瑞士和挪威。这些国家排名靠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社会联系非常紧密。在这些国家里，人们与周围的关系非常丰富，不容易感到孤独。在遇到困难时，朋友或邻居会伸出援手，人们可以在与周围的关系中感受到温暖和支持。因此，这些国家被认为幸福度很高。相比之下，近年来日本的社会纽带似乎在逐渐变得淡薄，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拜金主义。过分追求金钱的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，但这样做无法让周围的人感到幸福，结果逐渐失去朋友，最终变得孤单。这样不仅工作无法顺利进行，私生活也会变得空虚。有人反思道，如果年轻时不那么执着于金钱，也许我的公司和我自己会有更多的发展。这种反思表明，过度追求金钱导致忽视了其他重要的事情。金钱就像海市蜃楼一样，追得越紧，越是难以抓住。如果太过于追求金钱，反而会分散对本业的注意力，最终导致失去更多的金钱。此外，人生中除了金钱以外，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。如果只关注金钱，忽视了其他方面，则会导致虚无的人生。金钱在幸福人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，但它只是必要条件，而非充分条件。即使拥有足够的金钱，也不一定能带来幸福。为什么金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呢？为了揭示这一事实，首先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是幸福。根据美国精神科医生威廉·格拉瑟博士提出的选择理论心理学，幸福是指满足以下5个基本需求的状态： 1. 生存需求，对健康、安全和长寿的渴望，如不想生病等身体上的需求； 2. 爱与归属的需求，希望与家人、朋友、公司等建立并维持爱与被爱的关系； 3. 力量需求，希望被认同，让人听从自己，在竞争中获胜等； 4. 自由需求，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自由行动、选择、决策，不受任何束缚； 5. 享乐需求，希望在没有义务感的情况下主动快乐地做某事。在这5个基本需求中，每个人重视的需求各不相同。比如，力量需求强烈的人希望战胜对手，成为顶尖的人，而自由需求和享乐需求强烈的人则希望自由地选择和行动，并享受生活。选择理论认为，幸福是这5个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状态。在这5个基本需求中，有些是可以通过金钱解决的，例如，生存需求在拥有足够金钱时更容易实现。无农药的蔬菜和水果价格不菲，医疗服务也需要金钱，因此通过花钱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健康。同样的，自由需求的一部分也能通过金钱来解决。如果资金紧张，就很难拒绝自己不想做的工作或不该接的项目，思想自由度也会下降。在没有钱时，我们的视野会变得狭窄，只能被眼前的工作和债务所束缚。享乐需求与经济实力也高度相关，只要有足够的金钱，就能够花费在自己的爱好上，优先享受自己喜欢的时间，而不是做讨厌的工作。生存需求、自由需求和享乐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经济实力来控制。然而，爱与归属的需求和力量需求是难以用金钱来解决的。力量需求在表面上可以通过金钱来实现，比如花大量的钱让人听命，或通过大量捐款来获得社会称赞，但这些都是表面的。被金钱压制的人可能心里嘀咕，如果你没有钱，我才不会听你的。而没有坚定信念的捐款也只能得到感谢，无法赢得尊重。爱与归属的需求更难用金钱来满足。相反，有钱的人失去爱的风险更大。金钱带来自由度增加，容易滥用权力。男性可能会用钱博取女性的欢心，沉迷于一时的快乐，最终导致离婚或家庭破裂的情况屡见不鲜。因此，金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，
而非充分条件。那么，幸福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？答案是拥有利他的愿望。利他的愿望是既对自己有益，也对他人有益的愿望，是基于双赢思维的愿望。拥有金钱却不幸福的人，往往只拥有自私的愿望。一旦拥有金钱，这些愿望就会膨胀，使周围的人不幸，自己也会变得不幸。反之，拥有利他愿望的人，即希望让他人幸福，并基于此思想行动的人，必然会受到周围人的爱戴，从而在高水平上满足爱与归属的需求和力量的需求，进而获得幸福。真正的幸福离不开信任和信赖，也离不开丰富的人际关系。要想获得幸福，就要拥有利他的愿望并付诸行动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如何成为有钱人。在前面我们提到，如果想要成为有钱人，就需要创造巨大的价值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没有特殊技能或头衔的人来说，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如何做到这一点。但其实，即使没有特殊技能或头衔，也有一种方法可以创造出巨大的价值，那就是信任。即使您年轻不成熟，但如果您诚实且受到周围人的信任，您仍然可以在他人的支持下创造出价值。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，但如果您能与拥有不同能力的人建立联系，就能够完成大的项目，创造出大量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信任是价值的源泉。即使个人能力出众，但如果不诚实或人际关系技巧低下，那么最终只能发挥自己的一人之力，因此所能获得的财富也十分有限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诚实且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，就能得到大量的合作机会，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。为了获得他人的信任，首先要具备完成自己工作的基本技能，还需要持有利他的愿望，愿意帮助他人。当然，诚实生活是最重要的。通过积累这些行动，可以增加信任的资产，而获得信任后，我们就能得到强力伙伴的合作。强力伙伴是指那些您希望他们成功，而他们的成功也意味着您成功的人。这样的伙伴关系可以将您的价值倍增，同样你也会倍增强力伙伴的价值。首先，您需要尽最大努力地为强力伙伴提供帮助，并且也要请求他们对您的成功提供最大支持。建立这样的双赢关系，并持续为对方做贡献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通过扩展这种深厚的友好关系网络，当您拥有许多强力伙伴时，您就能成为有钱人。追求财富不应是最初的目标，首先应建立起大量的关系网，并满足他人的期望，积累信任的资产。随着信任资产的逐步增加，财富自然会随之而来。到此为止，大家应该已经理解了信任资产的重要性。但是有些人可能仍然不确定如何具体的建立信任，因此接下来我们将具体说明如何建立信任。首先是持有利他的精神。那些拥有强烈愿望，想为他人或世界做出贡献的人，不容易背叛他人，因此他们会被他人所信任。相反，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容易为了自身利益背叛他人，这样的人是不可信任的。接下来是守约的重要性，这包括提交文件的期限和时间表等细节。有些人在会议前临时要求更改时间表，或无法按时提交文件，这些行为表明他们不认为给他人带来麻烦是错误的，也不尊重他人。比如，在改变会议日期时，他们没有考虑对方为准备和安排时间所做的努力，因此这种人不会被信任。而总是守约的人，则是值得信赖的。为了积累信任资产，应该始终遵守与他人的约定，并避免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。最后，为了赢得信任，快速响应也是必要的。站在对方的立场上，快速且准确的回应是最有帮助的。不管工作多么细致，如果响应迟缓，合作也难以进行。因此，在预计需要更多时间时，应及时告知对方，避免让对方感到不安。快速且密切的沟通，
持续履职的进行，这是赢得信任的基础。总结来说，持有利他精神、守约以及快速响应，是赢得信任的关键点。无论是为了成为有钱人，还是为了建立幸福的人际关系，都应牢牢记住这些要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